大家好，我小磊。今天的视频聊起东瀛哈雷，来自传奇航海家 VN-177，这也是传奇唯一一台从6缸到4缸再到微缸的顶级巡航摩托。上一期视频我们就聊过，日系巡航除了本田精毅之外，还有微缸的雅马哈银河叛逆者，以及微缸的铃木联营大道 M1092和 C50，只是铃木的类型不一样。更有传奇微缸的航海者，这些车型都是在售车型。而今天就算是贴航海家这一坑，至此日系顶级巡航摩托我们就全部聊完。未来有时间再开欧系巡航的坑。首先，传奇 VN-177系列诞生并不久，是2009年才发布的车型。目前在延续的就是航海家和旅行者，同排量的经典版、LT 版以及游牧民族都已经停产。但是这并不影响整个传奇 VN 系列，因为它还有10种排量、超过50款的 VN 车型，完全属于没有招数，就是乱拳出击。就是你别问销量好不好，反正就是有，就是多，就是仿的哈雷，就是在欧美售卖，就是不停产，正儿八经的小贱人。刚我们说到 VN-177航海家诞生并不久，但是并不代表其他排量的航海家也诞生不久。比如初代的 KZ1003 就诞生于1979年，只是当时不叫航海家，叫 KZ1003 旅行者。这台车也是航海家系列第一款车型。接下来我们看一下43年前传奇6缸巡航到底怎么样。更多车型介绍，大家可以关注机车区 APP， 里面有非常详细的车辆报告。首先，第一代 KZ1003 是根据传奇 Z1003 改装而来。Z1003 是和本田 CBX1000、雅马哈 XS1000 直接竞争的车型，当时也称为传奇公路风暴或者公路之王。从外形可以看出来，当时的旅行车就是在街车的基础上原厂增加了头罩、边箱和尾箱，并没有什么科技功能，而且外观看起来就像是临时拼凑的一样。这并不是传奇制造能力不行，因为同时期精毅还是一台对置4缸 1000cc 的街车，为了对抗传奇，在1980年推出了精毅 1100cc 洲际公路版，也只是增加了头罩和3厢。1981年又在6缸 CBX1000 基础上增加了头罩和边箱，推出了 CBX1000 旅行版。而雅马哈的星际巡航是1983年才推出的，铃木的骑兵是1986年才推出，宝马的 K 系列是1984年才推出，当时还是卧室4缸 K100， 现在已经是 K1600。至于宝马的 RT 系列是在1996年才推出，当时还是 R850 RT， 现在已经是 R1250 RT。所以从时间线来看，传奇的旅行车诞生的已经非常早，并且当时就是水冷4冲程 1286cc 并列6缸发动机，每缸2个气门，最大马力8000转120匹，6500转116牛米，用的5速变速箱轴驱动，这在1979年绝对是怪物。另外它的仪表也没有改变，和街车版是一样的，车把下面是手套箱，可以放些杂物。当时整备重量407公斤，油箱容量27升，100公里综合油耗8升左右，0-100加速 4.1 秒，极速230左右。发动机外壳、排气都是铝制的，也有抛光处理。汽车大架包括腿部和膝部的暖风，这个暖风完全是发动机的热量。后尾箱设计有减震装置，而且打开的方式是反方向打开，大家别觉得奇怪，因为当时还只是一个试验阶段。另外，它的坐垫设计也很有特色，乘客坐垫也升到了尾箱上面，这也是为了给乘客提供更好的舒适度。现在已经进化到尾箱自带靠背，这个设计在1979年只是一个摸索阶段，更何况6缸轴驱动已经非常超前。当年一共销售了2万台 Z1003、4500台 KZ1003。另外，在 Z1003 基础上，除了衍生出了 KZ1003，还有 ZJ1003 和 ZN1003。第二代车型正是1983年衍生出来的 ZN1003 航海者。从 ZN1003 开始，外观最大的区别就是头罩和3厢一体度更好，不再像临时加装的3厢，也进化到了尾箱自带靠背，这就是一个发展过程，并且配备了传奇的航空电子仪表，看着非常科幻，也增加了音响系统、收音机、磁带播放器，以及车载对讲机系统、指南针、电子时钟，更有空气悬架、电子定速巡航。发动机就是1286cc 6缸发动机，但是改成了每缸4个气门，马力也增加到130匹118牛米，依旧是5速变速箱轴驱动。这里有个小插曲，这个轴驱动是510的技术，并不是传奇自己研发的。另外最大的改变是1983年就使用了电喷系统，而不是化油器，这个绝对厉害。第3代车型发布于1986年，叫 ZJ172 航海者。从 ZJ172 开始，传奇放弃了6缸发动机，使用了水冷1196cc 4缸化油器发动机。为什么放弃了直列6缸？因为真的太重太大，燃油效率太差，所以传奇只能放弃。但是传奇发布 ZJ172 没多久就被本田告上了法庭，原因是 ZJ172 和精毅 GL172 相似度太高，
本田认为川崎抄袭了本田的设计，尤其后尾灯的设计一模一样，但是川崎就是不承认，认为这只是设计师的灵感碰撞。不过最后还是以川崎修改尾灯而告一段落。这个官司打赢的时候 ，ZZ172 也到了停产的时候，川崎也靠着这波热度卖了不少车。至于修改尾灯的判决，就是 ZZ172 车主自己掏$400找川崎更换，这个做法真的是太借来。反正新款不再出售，老款车主自己花钱更换，操！这台4缸发动机可以在7切转爆发97匹，5切转108牛米，依旧使用5速变速箱轴驱动，0-100加速4.72秒，极速182。外观最大的区别就是改成了分体坐垫，增加了乘客一体式靠背，升级了前后空气悬架、定速巡航，可遥控控制的4扬声器系统，缩短了轴距，提升了操控性，也有可调节座椅、可调节乘客靠背、可调节车把和挡风玻璃。这台车最终销售了17年，停产于2003年。但是为什么后期保有量这么少？原因很简单，不管是 KZ1300、ZN1300、ZZ172，在国外口碑都不好，普遍反映质量太差。第4代车型就是2009年发布的 VN1700航海家，从水冷4缸变成了水冷微缸，主要是为了迎合欧美市场。整体造型也是仿照哈雷的样子，并且川崎真的是仿到了忘乎所以，因为 VN1700从2009年到2022年13年的时间里，几乎没有修改过外观、马力，包括更新过什么配置。倒是版画一年发布3个颜色，至于其他的几乎没有变化。发动机爆发点也是非常美式。VN1700用的是一台水冷1700cc 4冲程50度微型双缸发动机，每缸8个气门，最大马力5切转82匹，峰值扭矩2750转146牛米，使用6速变速箱皮带传动。至于科技配备，就是 ABS 定速巡航音响系统。GPS 导航是需要单独购买的。这个 ABS 有点东西，会在时速低于7公里的时候自动关闭 ABS。在没有多余的配置，玩的就是低扭和重。它的整备重量406公斤，一个微缸发动机和第1代的6缸发动机重量差不多，座椅高度730，油箱容量20升。100公里综合油耗7升左右，0-100加速5.4秒，极速183。视频最后 ，VN1700在国内有大帽车，价格29万到32万左右，国外的售价是$18,300，国内水车价格3万左右，不能上路，非法。另外 ，VN1700我个人不会推荐，而且它也非常冷门，反而能遇到它的6缸系列，大家可以买来收藏。就聊这么多吧，哪里不对多多指点。